油皮为什么要控油？如果你不控油，你出的油就会氧化发黄，让你这脸呢就跟刷了一层酱油似的。如果你不控油，你出的油它在氧化之后形成过氧化物，会刺激到你的皮肤，让你长痘。如果你不控油，那你上了防晒霜，有可能这个膜就被破坏掉了，你精致的妆容也可能因为出油而塌掉。所以对油皮来说，控油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你日常护肤的基础，也是你防长痘、防变黄的关键。可问题是，网上关于控油的方法非常的碎片化，有人让你涂散粉，有人让你刷酸，这些方法有可能根本不适合你，让你长闭口、过敏，也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挺好用的，用着用着就不管用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方法它们是片面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想从一个更科学、更系统的思路来给大家理清一件事儿，那就是油皮究竟应该怎么控油。首先，皮肤为什么会出油呢？其实我们出的油并不是皮肤出的，而是皮肤深处的皮脂腺出的。皮脂腺呢，它在毛孔的深处，它分泌油脂之后，通过毛孔运到皮肤表面，就是我们出的油。这些油呢，一般来说成分包括甘油三酯、少量的角鲨烯和蜡，它可以帮助皮肤保湿，维护屏障的完整性，让皮肤里面的水分不容易散失。但是当它出的过多的时候，它就不好了，因为它会堵塞毛孔，它氧化之后形成的过氧化物还会刺激皮肤，让你长痘。所以油皮护理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调控这个皮脂腺对于油脂的分泌。那影响皮脂腺分泌的影响因素呢，它包括年龄因素、内分泌因素、激素因素，还包括你的体温、外界的温度，还有你的屏障的完整性和受到外界各种刺激的因素决定。那我们把这些因素呢分为2个类型，一个呢是像激素内分泌这样的，它属于内因，就是我们身体自身自己决定的。还有一部分呢，像你的屏障受损程度，像温度，像你使用一些产品之后产生的刺激，这个叫做外因，它是由外部的这些情况来决定的。那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控油方法，就一定要内因和外因一起调控才行。先说内因，主要影响因素有2个，一个是激素因素，一个是内分泌因素。那激素因素呢，其实它的核心影响我们出油的就是雄激素。雄激素可以让皮脂腺的分泌变得活跃，这也就是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要油。但是激素因素呢，因为它很难受到我们日常饮食和外用护肤品的影响，所以对于内因来说，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内分泌的调控上。那内分泌变化是如何操控皮脂腺分泌油脂的呢？身体里有这么一条生理通路，当你的血糖升高的时候，会促进你的身体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会促进胰岛素生长因子的分泌，而这个生长因子它可以让皮脂腺分泌油脂的活跃度升高。所以中间的这些过程忽略掉，总而言之就是当你的血糖升高的越快，升高的越猛的时候，你的皮脂腺分泌的油就越多。所以通过调节内分泌来控油的重点就是不要让你的血糖升高，或者在这条链路上下手，然后来调控这条链路的这个反应强度。这个里头呢，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要去尽量避免高糖和高升糖的食物。高糖呢，顾名思义就是含糖量高，大家知道很多水果呀、甜食啊都属于高糖食物。那高升糖是什么呢？就是指当你吃进这个食物的时候，你血糖升高的程度和速度。这个跟高糖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比如说像苹果这样的水果，它虽然高糖，但是它低升糖，所以这类的水果你可能适当吃是没有关系。那什么是高升糖的食物呢？典型的就是像奶茶、蛋糕等等这些点心甜食，还有呢像大白米饭、土豆泥，这些食物都属于高升糖食物。那我们就要去尽量的避免日常不要吃太多这样的食物。我把这些食物的表格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记一下。说完不能吃的，咱们再说一个你应该吃的，就是含欧米伽3的食物或者补剂。欧
欧米伽3呢，大家可能多少听说过，它呢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神经系统的修护，包括调控血脂等等。但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欧米伽3还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生长因子来进行控油。欧米伽3呢是人体所必需的多薄化合脂肪酸。为什么说必须呢？是因为欧米伽3没法通过自身合成，你只能通过外界摄入到身体里来。欧米伽3在食物中呢，大量存在于深海的鱼类、藻类，还有一些少量的种子的这个油脂里面。那如果你的日常饮食中没有这些食物的话，你就很容易缺乏欧米伽3。那这个呢，有一个效率比较高的方式，就是直接吃补剂，也就是鱼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欧洲食品安全局建议，成人的日常欧米伽3的摄入量建议超过250毫克每天。那我们在选补剂的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选你的补剂的含量。市面上的鱼油呢，核心分为2种类型，一种呢是 RTG 型，一种是 EE 型。RTG 型呢技术比较新，活性更好，吸收更高，而 EE 型呢比较经典、稳定，保质期更长。那相关产品的话呢 ，RTG 型呢市面上比较典型的包括 NYO3 这个品牌的一些鱼油，还有像 WHC 这个品牌的鱼油。而经典的 EE 型呢，包括 Weber Nature 或者 Mega Gold 等等，它们都有相关的产品。特别提示一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咱们核心呢要选不含 EPA 的鱼油，因为 EPA 这种欧米伽3呢，它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它有活血的作用，对于孕妇来说有一定风险。总结一下，解决内因就是要解决内分泌的问题，而在内分泌的这条核心关键生理通路上，我们就要解决血糖升高的问题和胰岛素生长因子升高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吃高升糖的食物和注意补充欧米伽3。然后呢，我们说说外因。外因的核心呢，就是护肤品的选择。对于油皮的日常护肤品选择来说呢，有2个关键词：一是要洗得干净，2是要减少出油。先说洗得干净，核心就是选一支适合油皮的洗面奶。选洗面奶的核心就是选表面活性剂。那表面活性剂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有皂基，有 SLS、SLES， 有氨基酸表活，有甜菜碱表活，还有 APG。那我现在说这么多种类型的表面活性剂，你肯定晕。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在一张图上，你就明白了。这张图的横坐标是温和度，纵坐标是清洁力。那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来，我们油皮如果想选一支刚好清洁力不错、刮油能刮得干净，但是又不破坏屏障的洗面奶的话，那它的表活就要从这个区域，也就是氨基酸 APG 和甜菜碱里面选。那还有这些表活的洗面奶呢，它的典型产品像施乐肤的洗面奶、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宝拉甄选的大地洁面，还有呢像科颜氏高保湿洁面，这个呢是这3种表活的一个复合体。这里边呢还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 APG 这种表活呢它没有泡，所以很容易被人误会，觉得它清洁能力不强，但其实并不是，它清洁能力还不错。解决了洗干净的问题，下面呢我们来说油皮的日常护肤。油皮的日常护肤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精简。因为对于油皮来说，毛孔的呼吸很重要，你涂的层越多，那毛孔就越不能呼吸，不能呼吸它就会堵，堵了以后你就会长闭口、长痘。所以说呢，油皮护肤咱们能少个步骤就少个步骤，爽肤水用完了够了，咱就不需要用面霜。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混合性的干皮，你的脸上既有油区又有干区的时候，那我们就分区护肤。像面霜这样保湿比较封闭的产品呢，就只用在会干的面颊地区，而出油的地区我们要避免用它。那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呢，要从3组关键词入手去选。第一组呢，就是抑制出油类的产品，比如说含有烟酰胺的，含有锌元素的，含有左旋肉碱的，含有油橄榄的，或者是含有 VA 的。典型的产品呢，包括 The Ordinary 的烟酰胺10%和锌这一支精华，像 The Ordinary 的 Balance Clarifying 的 Serum， 还有呢像施乐肤的 PM 控油乳，欧玛的油橄榄凝胶， Aura 的油橄榄精华，还有像修丽可色修精华等等。
第二类疏通毛孔类型的呢，我们可以去选含有杏仁酸或者水杨酸类的精华或者是爽肤水类的产品。典型的呢，包括 Dr. Wu 的杏仁酸水、杏仁酸精华，还有呢像若美心的杏仁酸精华、The Ordinary 的杏仁酸精华、水杨酸的身体精华或者是面部精华，以及像新丝萃的控油爽肤露，还有宝拉甄选的水杨酸精华等等。第三类呢，就是含有可以帮你散热或者是帮你吸附油脂类型成分的产品。典型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产品会包含促进挥发的酒精，或者呢是添加了薄荷醇、赤藓糖醇这类凉感剂的产品，比如说像科颜氏的男士活力爽肤水，或者妮维雅的男士活力畅透精华水等等。那帮助吸附油脂的呢，比较快、比较可用的方式就是散粉。典型的就是那些成分表里含有硅石，尤其是在他们的宣传材料中宣称这个硅石还是空心硅石的这类散粉。那空心硅石呢，它可以吸附油脂，让你出的油呢包裹在它的上面，而不会去影响你的皮肤表面。这类产品要特别注意一点的就是它需要洗。如果你不洗的话，当这个油脂裹在硅石上面越裹越多，这个颗粒越裹越大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堵塞毛孔、长闭口的风险。那刚才说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尽量去选择这3种中的其中1种，而不是把这3种叠加在一起使用。另外呢，如果你使用上述产品的时候出现了过敏、泛红，我们就要去停掉，然后把它换成另一种。因为咱们东亚人的皮肤啊，其实对酒精不耐受，或者是对 VA 不耐受的人还挺多的。总结一下，外阴这个部分，我们核心就是要把油洗得干净，还有日常要精简护肤，使用减少出油的产品。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为什么我在视频开头的时候说，网络上关于控油的方法是碎片性的、不系统的。比如说，他们让你用散粉控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外阴里面的最后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油已经出来了，然后你去吸吸它，让它看起来少一点，但它并没有影响皮脂腺，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刷酸这种方法呢，虽然它疏通了毛孔，但同样这个油还是在不断的出，它并没有解决皮脂腺的问题，依然是治标不治本。那油皮如果想要做到系统的控油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内阴和外阴一起调控，一起解决。视频的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一些油皮日常护理的一些小建议。首先，在日常护理中，防晒对于油皮来说依然非常重要，因为你被晒之后，这个热辐射会促进皮脂腺分泌大量的油脂，而分泌的油脂它氧化了之后，会对皮肤进行第2轮的刺激，让你长痘。所以前不久呢，我招募了一大堆油皮的志愿者来帮我测试了10几款宣称自己是油皮适用的防晒霜，相关的测试结果呢，欢迎自取。还有，我最近也测试了15支不同类型的洗面奶，其中有适合油皮的，也有不适合油皮的。我把相关数据呢放在视频的最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取。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因素会加重我们日常的出油，比如说熬夜，因为熬夜它是通过影响内分泌而增加出油的。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日常会下意识的拿手去抠自己的脸或者摸自己的脸，这种动作呢会把手上的细菌带到脸上来，而这些细菌可能会促进油脂的分泌，让你油脂分泌的更旺盛，让长痘的风险增加。还有一点呢，就如果是在夏天，你经常性的降温这个动作会有助于控制你的油脂分泌。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上备一支喷雾，日常平时上班的时候喷一喷，没事儿，这个降一下温，都有助于让你的油脂分泌减少。我是配方师星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觉得我说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好皮肤。